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收看我这一期影片，是我你们的好朋友 Toby S 呀，又到年底了哦，现在是2024年12月31号。2024年特别丰富的一年，对我来说做了很多事情，跑了很多国家我感觉我2024起码一半的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，不过挺开心的。然后2025年我已经有计划要去更多的地方，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，也是拍视频内容，然后也是做音乐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影片呢，是我们2024年尾的 Q&A 问答影片。废话不多说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我在各个平台问你们要问我问题啊，我现在打开看看到底有哪一些问题我还没看，然后我一个一个回答。OK， 第一个，可以不要回答我的问题吗？当然可以，希望不都是这种问题啊。操你妈，我挺喜欢操你妈这个动物。会来马来西亚少捞月玩吗？在路上遇到你可以合照吗？马来西亚我去过好几次，2-3次吧，但是都是去吉隆坡。你这个沙捞越我倒是还没去过，但是如果我去，然后在路上偶遇的话，你们千万别害怕，直接冲过来跟我合照，好吧 ？S 哥就是我，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会想要中国的5星卡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的确是挺想要的，但是特别难拿到，所以不知道。希望某一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5星卡，这样对我来说，在大陆的生活会方便多了。像我这样天天要飞的人，进出方便多了，自己电子海关过就可以了，不用再排队了。明年打算去哪个国家？不止去一个吧。今天晚上就开始是2025年，我第一个要去的是美国，1月底要去洛杉矶，要去 LA 的 NAMM Show， 然后再接下来反正中国，然后日本还要去，欧洲也要去几个国家，其他的现在还没有计划，到时候看吧，反正我随时都能走。台湾有鸟吗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我都花了那么多年，到现在还没搞明白台湾到底有没有鸟，你们觉得呢？玩多久音乐了？哟，这个故事很长了，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玩音乐，在我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我妈妈是钢琴手嘛，她在弹钢琴，然后在旁边一个房间有人在打鼓，然后我妈说那个时候我就在她肚子里面用腿打一模一样的节奏，我倒没有记忆，所以我不太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所以应该是玩了35-36年的音乐吧。什么时候出吉他教程跟 Tomo 竞争？第一，你这个语法有一点问题啊，应该是什么时候，不是怎么时候。然后第二，什么时候出吉他教材？这个问题问的也挺好的，我没这个想法目前，但是如果有一天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跟你们说。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，就是你们想看到怎么样的一个吉他教程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这样我可以参考一下。谢谢。你觉得 Polyphia 怎么样？我挺喜欢 Tim Henson 那个吉他手，我有听过他的现场，挺不错的。然后我最喜欢的 Polyphia 的一首曲子是这一首歌。Anyway， 有时间可以自己去听一下。我挺喜欢他那个吉他手的风格，他会用各种各样的 technique 技术去弹吉他，而且还会特别有创新，会自己找一些新的一些玩法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们再看看我们 X 上面的朋友怎么说，怎么问啊？托比亚斯能多出几期关于音乐的视频吗？谈谈是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东西启发了你对音乐的强烈兴趣，以及你学习的过程。可以啊，我倒是有做过一些关于音乐的影片、短片，可以考虑。如果有足够的朋友们想看到的话，我会考虑去多拍一些关于音乐的影片。所以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说，我们希望看到哪一种音乐的影片。学习的过程，这故事说来也很长，因为毕竟学音乐它没有所谓的就是说啊，我学个几年我就学会了，它就会一直要不停的累积。我可能现在已经弹了接近20几30年的吉他嘛，那我还没学完，我每天还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每次我看到我没看到过的吉他手也好，或者我去看演出，我都会被他们启发，我都会学到一些东西。当然这个都是表面的啊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就比较细节化的故事啊，或者一些我的看法的话，评论区跟我说，到时候我考虑一下。期待托比亚斯能做一下关于你自己的英文题目，然后对答案看一下自己得了多少分。这个问题问的
的挺好玩的。确实是从去年开始，有好多人评论，就是说他们的中学吧还是高中，忘记好几个学校，他们都用我的一个采访，有一个报纸采访我，然后他们用了这个采访的内容去做了那个英文考试、英文课的题目，都发给我看了，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还挺荣幸的。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非要把我拿出来当英文题目，挺好的。自己做的话也可以，我下次拍一个 short 吧，我来自己做，然后我发上去，好吧 ？OK， 我们再看看我们 YouTube 的朋友们怎么问，有好几个问题是 YouTube 上问的。Let's see， So， 托比本工作是什么？是音乐相关的吗？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其实对，我的主要的工作还是跟音乐有关的，有做演出，有写歌，有做演示，还有一些公司我会帮他们做音色啊，像电子鼓的音色啊，会帮他们测评啊什么的，很多音乐相关的工作。还有就是我拍视频，但是这不能算是工作，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收入，做视频也是纯粹是自己喜欢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工作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它是一致，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虽然可能有的事情是我的工作，严格来说，但是我不会把它看成是我的工作，因为我特别热爱，我特别享受，我其实一天24个小时都能算是在工作，是在弹琴、写歌也好，拍视频也好，剪辑也好，跟一些音乐人交流啊，或者跟一些说普通话、上海话的人交流啊、采访啊什么，严格来说都能算是工作，但是因为我特别喜欢、特别热爱，所以我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份工作。希望这个回答你满意。托比去过上海的哪些区啊？有吃过南汇8424西瓜吗？去过哪些区？我觉得我上海没有一个区是没去过的。我是在上海跑的比较多，在上海的时间也比较久。我的工作性质也是让我去很多地方演出，我去了很多区，基本上所有的区都去过。你说的那个南汇，我也经常去，但是你说的西瓜，我在南汇倒是吃过西瓜，但是它到底是不是8424西瓜，我不太清楚。你能不能科普一下，在评论区跟我说它有什么区别吗？它那个西瓜跟其他的西瓜在哪里不一样？谢谢。会开演唱会吗？演唱会不知道，但是音乐会啊，演出我经常有。像现在是节假日嘛，我今天晚上在布鲁塞尔就有演出，然后1月初还有2场演出在比利时，再接下来回上海也有演出，但是它算不算得上演唱会，我就不太清楚，这个你们来判断吧。对防火喜欢西兰弟弟的感想，第一说错了，不是西兰弟弟，应该是西兰哥哥，因为他99年，我89年，他比我大10岁。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有人喜欢不是很好的事吗？我哥西兰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他值得有人喜欢，我也挺喜欢他。谢谢防火。你觉得自己帅吗？如果我说我自己帅，不就太自恋了吧？还是你们说我帅不帅？评论区跟我说。想知道托比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学或者怎么会的？都不太一样吧。我的母语荷兰语是从小跟所有的母语者一样，都是从小在家里都会听到。法语呢，因为我从小住在比利时，住在布鲁塞尔，然后这里是双语国家，其实严格来说是有3个母语：荷兰语、法语、德语。所以法语我在布鲁塞尔比较常用，所以也是从小要用到。英文那也是学校，然后我们说荷兰语的人在比利时都基本上所谓的电影啊、电视剧都会看原版的，有字幕，所以我们从小就会接触到英文。后来我不是18岁就离开比利时了，然后一直要用英文，因为在国外用英文的概率比较大。再加上普通话是我到了上海，09年搬到上海，刚刚去我不会说，然后我花了4个月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很小的房间里，那个时候住的在上海，自学了4个月，每天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，就把它这样学好了。怎么学呢？就是天天写字啊，比如说我今天选了20个汉字，把汉字写，拼音写，英文的意思写，然后每个字可能写个100遍，写完了，到第2天我把昨天的20个写10遍，然后把今天的20个写100遍，然后就这样慢慢的累积。然后过了1个多月吧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出去找人交流，所以我就天天出去找人聊天，然后就这样慢慢学会了。然后上海话如果它能算得上一个语言的话，它是个方言，也是通过周围的朋友天天聊天，找他们讲话。然后最主要，而且这个很重要，是所有的语言，你学语言你别怕说错，错了也没事，对吧？错了旁边的人他可能跟你说一下这个没说对，你要怎么样，那下次你就不会犯这个错。所以敢讲是最主要的，然后是学语言最快的方法，找当地人聊天，然后别怕说错。特别会说广东话吗？我不是广东话完全不会说，不过我还蛮想学，是想学的太多了，我的 list 很长，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，一年也只有365天，还得睡觉呢每天，所以
以 maybe someday let's see。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？好多，从古典乐到摇滚到流行到 soul R&B， 有时候 metal 都会听。因为我觉得做音乐的人不能太单向，不能说我只听什么音乐，因为虽然可能有的风格不是特别适合我，但是我可以从它里面学到好多东西，还是要多听。那我自己最喜欢可能还是偏于 soul funk blues fusion 吧。Toby 对西兰以前的视频怎么看？你说的以前是多久以前？从他刚开始做游戏，还是他后面做比较 vlog 类型的，还是他后面做的比较讨论一些话题的视频？他经过很多阶段，他拍的类型也特别多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不是说我对每个话题都感兴趣，但是我觉得他拍视频一直拍的挺不错的，加油！觉得马来西亚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我觉得马来西亚挺好的，是去过2、3次吉隆坡，但是我挺喜欢。一，我觉得它气候不错，挺热，吃的东西特别好吃，我喜欢吃马来西亚菜。第三，我觉得那边的人也挺热情，挺好的，挺 relax 的，我蛮喜欢这个地方。有考虑来马来西亚吗？我已经去过好几次，但是可能应该还会去，因为我蛮喜欢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不是一直在亚洲嘛，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飞过去还是挺方便挺快的，所以有机会去的概率还是比较多。托比如果只能推荐给别人一首歌，会选哪一首？哇，这个太难了。我觉得这个对于不做音乐的人来说已经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。我又是做音乐的，所以我觉得更加难，而且它每天会不一样吧，每天的心情跟每天你喜欢听的歌啊或者音乐都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还是得想一想。今天的话 Paul McCartney 的 Band on the Run， 你们这个可以去听听 Paul McCartney and the Wings， 然后歌名叫 Band on the Run， 它也是一个 album， 其实这张专辑整一张专辑都挺好听，你们可以去听一听。南京好玩吗？南京挺好玩的，我蛮喜欢的，经常去。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正好我今天穿的那个 T 恤 Drum Off， 我们有一个 Drum Off 咖啡馆在南京，是朋友开的，然后外面挂了一个我的相片。如果你们在南京的话，可以去那边喝咖啡。我最喜欢喝的一杯是黄油啤酒拿铁，很好喝。没什么想问的，我只想说 Toby S， 谢谢你。跟西兰最近怎么样？都挺好的呀，他也挺好的，我也挺好，都挺不错的。现在是跨年圣诞节，最近也跟他见面了，前一阵子还去东京去看他几天了，也不错。比利时有鸟吗？比利时当然有鸟，比利时鸟还特别多呢，鸽子特别多，在比利时，在布鲁塞尔，而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他们就喜欢吃薯条。 OK，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挺严重的问题， Why 停更 Why did I stop updating？ 他不是故意的，其实他是太忙了，然后其实也拍了好多影片，但是没有时间剪辑，所以就一直放着，然后每次可能有一点时间说我还要去剪辑啊，又有其他的，有演出或者要排练或者要写歌什么。但是今天不是在更新嘛，所以其实没有完全停更，就是发的比较少一些。 I'll do my best， 2025年我试试看我能不能再更新的多一些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你们想看哪一种类型的影片多一些，这样我可能更有动力。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个花那么多时间去拍然后去剪辑的一个影片，你们大家都喜欢看的人多的话，那我肯定更有动力再继续去拍，好吧？问题就到这儿了，没有问题了，问题都回答了。今天这一期影片我们就拍到这儿，然后我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对，然后2025年希望你们都能过得比2024年还要好。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顶个月，然后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